大家好，春风得意的赵丽颖，幸福与开心依旧看得见。幸福到万家8月12日起正式登陆安徽卫视黄金档了。新万，我想说的是，这场地气十足、东风不绝的幸福旋风，在这个夏日未了的黄金假期里面，让悲与喜、冰与火的情绪依旧可以相当幸福地蔓延开来。35岁的赵丽颖，在这个捉摸不透的大时代当中，运气真的很好。所谓天道酬勤，真的是不过于此了。由于王炸弟弟走的是电影圈的快线，所以在电影院线普遍哀鸿遍野的市场大前提下，精确的排期和天赐的运气真的是要求太高了。所以一心只想闯出一片蓝海蓝天的王一博，必须压一压不该有的期待，带一带合理性的风向。因为现在的娱乐圈流行走钢丝，做一点点不行，又一点点也不行。现在赵丽颖和龚俊有份合作的杂志硬照已经拍摄完毕，很多圈内人都心存好奇，都在等着后期的效果。有趣的是，这个龚俊的年纪刚刚好，就卡在了赵丽颖和王一博的中间，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可见资方的试水还是很讲究的。而且龚俊的颜值的确非常清秀俊朗，有花美男的阴柔，也有荷尔蒙的侧颜，所以如果合作双方反响不错的话，资方会找机会继续尝试让两人下期合作更多的影视剧或者代言。说到这，不得不提的是，作为资本的新鲜宠儿，这个龚俊明晃晃的，横看竖看都是个最大的受益者。说来说去，假使有匪二定稿之时，或会成为龚俊的巅峰之日了。因为电视剧女王赵丽颖再次被人定义为2022年的演技三甲了。演艺圈里有很多不成文的鄙视链，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条就是，演话剧的看不起演电影的，演电影的又看不起演电视剧的。即便是对3个领域都有所涉猎的演员，也会自行在心里分出个高低。陈建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2008年新三国开拍前，记者采访他，就问到了这个话题。陈建斌很狡猾，一边笑一边慢悠悠地说出了那句名言：人前进会用到很多工具，话剧是骑马，电影是开车，电视剧是坐火车，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前进。在打了一通太极之后，他还是忍不住加了一句：我很享受骑马，享受跟大自然的亲近。言外之意，他还是把影视当成了吃饭立足的工具，把话剧当成了内心追求的白月光。可在皮哥看来，话剧和影视本就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电影和电视又存在着大银幕和小荧幕之分，三者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注定了他们对表演有不同的需求。不能因为演员在话剧舞台上比在影视镜头前面对的时间和空间更为连贯，就断定话剧表演更为高级。也不能因为电影是注重画面的艺术，电视是侧重声音的艺术，就断定电视剧里的表演毫无看点。所有不看具体作品，仅用宽泛的艺术门类去评论演技高低的行为，都是耍流氓。这次皮哥就不妨以2022年上半年的热播的10多部影视作品为参考依据，给大家选出10位演技最好的女演员，顺便给他们的演技排个名，看看这10位女演员在这些热播剧中有何名场面，他们的表演到底又好在哪里。排名有先后，咱们先从第10名说起。第10名，秦岚关于唐医生的一切是唐佳瑜关于唐医生的一切起点很高，不仅在央视8套首播，还多次拿下收视冠军，网上讨论度也很高。很多网友这样评价：国内终于有一部可以让人竖着大拇指看完的医疗剧了。这部剧集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军功章上绝对有秦岚的一半。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看过这部剧的观众，很难不被她饰演的唐佳瑜所吸引。因为在秦岚的演绎下，唐佳瑜身上具备了2个让人毫无抵抗力的闪光点。第一个是作为一名女强人所拥有的专业性。唐佳瑜原本是在国外工作的一位高级医生，受好友邀请回国以后，她成了安和医院心外科有史以来的第1位女主任。因为是空降而来，又是年纪轻轻的女医生，她刚到安和医院工作的时候，就经受了不少来自于同事和病患的质疑。可是作为一名具备专业素养的医生，她并没有选择以赌气的方式应对，而是尽力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最终，
他用高超的医术打消了患者的顾虑，也消除了同事的误会。为了尽可能地展现出唐医生医术的精湛，秦岚在表演的时候下了不少功夫，不仅大段大段地背诵了许多专业术语，还学习了许多专业知识，以至于最后他在镜头前表现出的言行举止和专业的医生并无二致。怪不得有医生说，看了秦岚的表演，就好像看到了工作中的自己。第二个是作为一名小女人所拥有的幽默感。工作中的唐佳瑜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医生，可生活中的她却是一个笨拙可爱的小女人。因为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特征，所以观众经常能在镜头前看到她不经意间所展现出的幽默感。比如第一次霸气登场时，她忽然踩到了散开的鞋带，以至于差点跌倒。再比如刚刚还在同事面前大放厥词，转眼间就躲在办公室里无比惬意地吃起了巧克力，甚至还接二连三地上演了大口喝水和大口吃肉的豪气模样。诸如此类的小动作在剧集中随处可见，和那些惊心动魄的抢救行为相比，这些微小的情节故事性不强，起伏性也不大。但是在秦岚的精准演绎下，这些行为让唐医生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也更加讨喜。第9名，焦俊艳庭外事。肖珍用烧脑2字来形容庭外这部剧的观感，以及焦俊艳在这部剧中的表现，再合适不过了。作为这部系列剧第2部分《落水者》的女主演，直到第7集的末尾，她饰演的肖珍才在观众的期待声中姗姗来迟。按理说，带着主角光环出场的她，本应该瞬间吸引观众的注意，可她并没有着急忙慌地证明自己，而是依然有条不紊地沉浸在角色的成长节奏中，从而让大家误以为她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是这部剧中任谁都可以踩上一脚骂上一句的实习律师。尤其是她露出清纯甜美的笑容时，观众就更容易相信她是一个涉世未深且人畜无害的傻白甜了。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会很迷惑地发现，焦俊艳饰演的肖珍身上似乎有很自相矛盾的 AB 面。她既甜美又狠戾，既善良又奸诈，既温和又强势，她就像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身上布满了谜团，让人看不清楚，也想不明白，却一直有欲望看下去。能把一个如此复杂的角色演绎得如此自然且有魅力，焦俊艳的演技还是很值得夸赞的。第8名，张子枫天才基本法是林朝夕。天才基本法是张子枫恋情疑似曝光以后推出的第1部电视剧集。虽然在此之前，观众已经在向往的生活中对他的现状有所了解，但是作为5位常驻嘉宾中最低调的一员，张子枫在节目中的存在感并不是很强。因此，当她以女主演的身份重返大众视野，很多观众自然对她充满了期待。可非常遗憾的是，自《天才基本法》开播以来，网上就充斥着对张子枫的质疑，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她的表演已经落入了俗套，她总是在演她自己。说实话，这条质疑也并非全无道理，毕竟由张子枫饰演的成年林朝夕和她本人的年龄差距只有3岁，而且他们的性格也有些许相似，所以观众难免会在林朝夕身上看到张子枫本人的影子。但要是仅凭这些就断定张子枫毫无演技，那就难免有点强词夺理了。且不说张子枫顶着21岁的年纪，在不同的场景中毫无违和感地分饰了一个在读的高3学生和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社会人士，但是他在同一个场景中游刃有余地和自己演了一场对手戏，就说明他确实是有演技傍身的。否则看到知识世界的林朝夕在 DV 中责问草莓世界的林朝夕时，观众也不会毛骨悚然地认为自己这是梦回唐探了。所以说，判断一个演员是否有演技的标准，从来都不是角色的身上是否有他本人的影子，而是他能否用自己的身体演出角色的灵魂。第7名，赵今麦开端是。李诗情不同于张子枫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同样是童星出道的赵今麦，虽然从小就开始演戏，但她绝对算是一位后天养成的体验派选手。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她的表演渐入佳境，甚至于还在开端中贡献出了全民称赞的演技，赢得了比张子枫还要好的口碑。赵今麦在开端中有3场戏让人过目难忘。第1场是他被郭姨捅伤脖子的戏，
在这场无实物表演中，他仅用惊恐的眼神、艰难的喘息和握紧着脖子的双手，就将人物在濒临死亡时的痛苦和绝望展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场是他经历了死亡以后进入下一次循环的戏，从睡梦中痛苦的喘息，到出醒时绝望的哭泣，再到清醒以后下意识的拥抱。他用一系列变化着的动作，精准地表现出了人物当下的情感。第三场是他发现了真相以后去质问司机王兴德的戏，有网友把这场戏誉为李诗情的大型塌房现场，因为他含泪质问司机的崩溃模样，像极了一个忠实的粉丝被偶像无情伤害后的绝望反应。不管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摊牌，还是难以置信的审视和逼问，都足以让观众和他感同身受。未满20岁就有如此强大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赵今麦的演艺道路真的是无可限量。第6名，袁泉，相逢时节是宁佑。袁泉在相逢时节中的表现，很好地展现了表演的魅力。因为这部评分只有4.8分的都市情感剧，在剧情部分把杀父之仇、姐弟反目、婚内出轨、争夺家产以及童年阴影和原生家庭的悲哀都蹭了一个遍，是部不折不扣的狗血剧。如果不是有袁泉和雷佳音的演技加持，估计这剧的评分和口碑还会一低再低，甚至会低到超出所有主创的心理下限。袁泉之所以能用演技挽救这部剧的口碑，是因为他做到了以下2点。第1点，敢于扮丑。袁泉属于典型的骨相美人，骨相美人的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显老，因此她在镜头前完全可以表现出自己优雅知性的一面。可是为了演出宁佑在原生家庭和婚姻家庭中所经受的痛苦，袁泉毫不避讳地在剧中扮老扮丑，以至于观众一看到他憔悴的样子，就会相信人物的遭遇。第2点，敢于用眼神演戏。袁泉从小学戏，长大后又热爱话剧，这些经历和喜好决定了他更擅长用肢体去演戏，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会用眼睛演戏的演员。在这部剧中，他展现出了精彩的演技，比如和母亲反目时，观众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到恨意；和儿子谈心时，观众也能体会到他眼睛中流露出的爱意。这些充满了感染力的眼神戏，可以很快地将观众带入到剧情的发展当中，吸引他们的同时，也让他们对角色的命运走向多了几分好奇，进而产生追剧的动力。除此以外，袁泉本人强大的气场也给宁佑这个人物增添了几分女强人的魅力。所以说，很多观众在看这部剧的时候，看的并不是他狗血的剧情，而是袁泉和宁佑之间所有的人物关系，能让观众通过演员看到故事之外的东西，或许这就是表演的魅力。第5名，海清，引入尘烟是曹桂英。自从上次海清在 FIRST 的青年电影展上拉着几位中年女演员上台卖惨以后，她仿佛就沦为了娱乐圈的笑柄。之后，但凡有一位中年女演员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她都会被当成反面教材，被人毫不留情地拉出来批评一番。海清的行为之所以会如此惹人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都囿于生活剧的创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转型的打算。因此，当她在舞台上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一位好演员时，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她心口不一，既想待在自己擅长的题材中求安稳，又想被人当成敬业的演员去尊敬。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在热播剧《新居》中贡献了不俗的演技，但因为角色设定，外界依然还有许多批评她的声音。但是引入尘烟上映以后，观众对海清的质疑立刻消除了一大半，因为在这部小成本的文艺电影中，她不仅呈现出了毁容般的演技，更展现出了一个优秀女演员应该具备的表演品质。当她饰演的曹桂英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操着一口地道的西北方言，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大银幕上的时候，观众很难不去相信，她确实是一位可以自己交付给角色的好演员。第4名，任素汐，亲爱的小孩是方一诺。如果说海清在引入尘烟中贡献出了毁容般的演技，那么任素汐在亲爱的小孩中则呈现出了整容般的演技。作为一名并不符合大众审美的女性，她是娱乐圈中少有的能让观众越过颜值去关注演技，并且通过演技来扭转口碑，从而实现自救目的的女演员。在亲爱的小孩中，当并不好看的她
露着妊娠斑，挺着大肚子，邋里邋遢地出现在荧幕上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吐槽她的颜值，而是清一色的赞美。她真实地表现出了一个母亲从怀孕、生产到养育孩子的全过程，这在很多不食人间烟火的国产电视剧中是非常少见的。而且最引人瞩目的是，她还非常到位地体现出了一个女性初为人母时的复杂情绪。透过她的表现，观众既能感受到她初为人父母的欣喜，也能察觉到她过度在意孩子的焦虑，更能感受到她本人的心理在生育前后所产生的一系列改变。这些细致入微的情绪都被她刻画得入木三分，怪不得一些还未生育的女性会说，透过她的表演，似乎可以窥见自己所要面临的生产问题。第3名，赵丽颖，《幸福到万家》是和幸福到万家是赵丽颖的转型之作。在此之前，被誉为85后小花的她，早就凭借一系列古偶剧成功跻身顶流。可随着年纪的增长和胶原蛋白的流失，她已经不可避免地在新人辈出的娱乐圈里失去了优势。因此，能在35岁的当口得到一次和著名导演郑晓龙合作的机会，对赵丽颖来说意义重大。从《幸福到万家》播出以后的口碑来看，赵丽颖的转型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不管是土气的农村形象，还是固执的人物特征，亦或是一些微小的细节，她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尤其是她在剧中不施粉黛的素颜状态，更是能让观众感受到她对颜值的轻视，对演技的重视。正是有了演技至上的觉悟，观众才能透过她的表演，感受一个无比真实的新时代农村女性。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和幸福这个农村女性更接地气，赵丽颖还专门给角色设计了很多微小的动作，比如走路的时候手插口袋，吃饭的时候坐姿随意，说话的时候霸气有力，诸如此类的细节展现，让和幸福这个角色更加立体的同时，也更具有农村气息。第2名，宋佳，《人世间》，饰演周蓉。电视剧《人世间》里，周蓉无疑是大家最讨厌的角色之一，她完美诠释了何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早年她为了追求理想和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和诗人谈恋爱，把家乡的老母亲气得中风。后来恢复高考后，为了考北大，把女儿扔在老家让弟弟抚养，自己跑去北大的校园里继续罗曼蒂克去了。再后来和冯化成结婚后，也是各种做，女儿月月都对这个母亲没感情，最后她的婚姻破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做女，却又被上天眷顾。离婚后，她被帅气稳重的蔡晓光追求，当弟弟入狱时，她反而迎来了人生的第2春。从剧作的角度看，周蓉这个角色是有些失败的。梁晓声在写原著小说时是把周蓉当作白月光来写的。这个角色虽然有尖锐的一面，但本身是个进步的女青年，身上有诸多闪光之处。可是写成电视剧剧本后，周蓉的戏份被大量删改。剧中周家3兄妹里，她是戏份最少的，也没有一条完整的成长线，大部分的戏份就是在秀自私，连梁晓声自己都说这个角色被改得不完整了。宋佳是开机1个月后才进的剧组，当接过这个烫手的角色后，她用自己精湛的演技把周蓉演出了层次感。宋佳是圈子里少有的拥有文艺气质的女演员，这一点在出演周蓉时帮了她很大的忙。在演这个角色时，她总是能利用很少的戏份向观众传递出周蓉内心世界的困惑与迷惘，所以大家虽然讨厌她，却能感到她不是故意的。她的自私自利不是因为自身品质的恶劣，而是和时代格格不入后自我的一种保护色。后来丈夫为了诗歌拿奖不停送礼，周蓉和丈夫大吵一架，观众看得哭笑不得，但也理解了周蓉的自私源自单纯。到最后，周蓉学会变通，帮蔡晓光争取到拍片的机会。这一刻，观众看到了周蓉的改变，我们也和她达成了和解。宋佳演周蓉被观众嫌弃，连她的母亲都发来消息说要弃剧，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她演技的卓越。值得一提的是，《人世间》播出时，宋佳的另一部剧《盛装》也在东方卫视热播，剧中她演了一个做事精干的女强人，两部剧穿插着看，完全没有违和感。这也是她演技优秀的一个证明。梁晓声觉得剧中的角色安排让宋佳很吃亏，这么优秀的一个演员，我们没有把她用足，这是大家心中最大的遗憾之一。第1名，樱桃，《人世间》饰演
郑娟，人世间中和周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郑娟，她在剧中简直就是圣母的存在，吃了最多的苦，却为周家做出了最大的贡献，赚取了观众最多的眼泪。很多人觉得郑娟这个角色本身就讨喜，很容易演出彩，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来看看郑娟的经历，她从小是个孤儿，有个失明的弟弟，结个婚还是行婚，自己又被未婚夫的朋友给强奸，然后母亲是个佛教徒，还不让打胎，结果孩子生下来母亲却死了，自己和弟弟带着孩子差点饿死。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了周秉昆，结果也是命途多舛，周妈妈病倒没人管，他得照料。周秉昆进了监狱，他得撑起这个家。儿子周南考上清华出息了，结果客死他乡。看看吧，郑娟其实就是一个苦难收集者，这样的角色本质上是用不停卖惨的方式去刺激观众，角色本身是十分扁平的。但是演员樱桃拿到这个角色后，同样用自己的演技让郑娟这个角色变得鲜活起来。樱桃本身外形靓丽，保养的也挺好，气质里带着一种欲，和郑娟这个苦情角色有很大差异，但是她却用自己的方式尽力贴合了这个角色。除了借助化妆和服饰外，她最大的改变就是调整了说台词的方式和节奏。樱桃本身台词功底深厚，吐字也很清晰，但是本剧中她却故意说话很慢，有时候还含糊其辞。她就是想让观众觉得郑娟这个角色唯唯诺诺，这是一个被命运无数次捉弄的女人该有的说话方式。郑娟太善良，甚至是无底线的善良，被很多女性观众吐槽是在媚男，像一尊躯壳没有灵魂。其实并非如此，郑娟在剧中有很多戏能看到她内心的挣扎与抗争，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是樱桃自己加上去的。比如郑娟问儿子周南口中的父亲是谁时，狠狠扇了自己一个巴掌，这是他在撕开伤口给儿子看时的一个本能反应。他想要反抗，但唯一能抽打的只有自己，这个巴掌打得惊心动魄。比如周南去世后，郑娟去收骨灰，很多观众会觉得他会哭成一个泪人，但樱桃演这场戏的时候是面无表情，好像一切和自己无关。这不是冷漠，而是麻木，一个被命运折磨无数次的女人该有的反应。还有周母去世时，他已在周母怀里哭得撕心裂肺，因为周母的境遇让他感同身受，他为周母哭也是为自己哭。这些戏里，樱桃用一些自己设计的小细节，让人看到了郑娟身上的弧光。她不是一个供男人想象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存在。这也是好演员演技的体现。好了，以上10位女演员就是2022年上半年演技最好的女演员。如果和你心目中的名单有所差距，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皮哥真诚的希望每个观众都能够具备敏锐的审美眼光，因为只有这样，演员才能在观众的督促下呈现出更加精彩的演技，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好了，读到这，视角永恒359度的新万我必须致谢一下皮皮电影编辑部的编辑果叔，因为把赵丽颖的演技排名第3的原文的标题，其实就是给2022上半年演技最好10位女演员排个名，袁泉第6，赵丽颖第3。原文的原创著作权都属于皮皮电影。说到这，你也就明白了，原创和抄袭可以是一模一样，一字不差的。然而呢，原创付诸了作者的心血、脑力、智慧和努力。纵使 Zen1 我对原作者的第1、第2的排名不敢苟同，特别是排位第2的宋佳，更是满腹的问号和狐疑。但是原创不易，必须尊重。没有版权意识的抄袭，虽然可以走捷径、没底线、零智商、零脑力，却把自己的受益建立在了别人的权益之上。如果赵丽颖和王一博只是简单的重复一遍有匪的所有对白和剧情，并且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这部荡气回肠的王炸剧集，您会像看原汁原味的有匪那样复刻一遍当年的眼神专注和精神投入吗？如果山寨的赵丽颖和王二博同样一字不差地走完一遍有匪的桥段，您会静下心来津津有味地看完第1集吗？说实在的，当我们大家一窝蜂点击、浏览、观看，甚至评论完那些一字不差的抄袭作品、山寨货色、侵权视频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把那些真正的、原创的、精彩的思想、特色、创意和努力都统统逼上了绝路了。
申万我感觉喜爱赵丽颖、王一博，其实就是拒绝赵丽颖和王二博。尊重原创，尊重别人，其实就是尊重劳动和尊重自己。